作为深圳国资委100%持有的房企，华南城暴雷彻底摆烂。华南城于2月19日公告，预期2024年4月票据及10月票据将发生违约事件。躺平的华南城解释，销售不及预期，现金流只能保证日常经营所需。无独有偶，2023年11月，深圳国资委还出面为万科站台，当遭遇极端情况，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万科。但是到了2024年，万科基本坐实暴雷传闻。市场上大量充斥着万科倒闭暴雷的传闻，场面和碧桂园暴雷前如出一辙。可以看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，但是深圳政府却花费35亿采购华为的设备人工智能路灯。这种堆砌材料、生硬的往技术上凑的产品充满山寨气息，也是中国所谓高科技的一贯路线。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？什么？中国政府一直鼓动民粹小粉红带风向，华为也一直宣传自己在 5G 技术上的遥遥领先，有若干遥遥领先的专利。现在美国、欧洲已经停止使用华为的 5G 设备，甚至新加坡在部署 5G 网络的时候，也排除了华为的参与。这些 5G 网络没有任何因为不采用华为的遥遥领先的 5G 专利和华为遥遥领先的 5G 技术而出现使用不畅的现象。就在前几天，马斯克的星链直连更是让人直呼尴尬，就连蒙古牧民也用上了星链技术，就算流动放牧也可以真正做到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时间都能高速连接网络。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而被欧美日韩制裁，微软也停止为俄罗斯提供服务，这让中国政府把计算机网络安全提升到最重要的考虑。在今年的两会上，中国政府的军费预算大涨 7.2%。考虑到即使经过各种粉饰加价数据，中国政府的 GDP 增长目标也只有 5%， 所以毫无疑问，政府会加大军方安全系统的投入。所以确保华为的鸿蒙系统也就有了稳固的财政支持。虽然政府必须力保房地产，但是在生死存亡之际，优先级还是很明显的。这也侧面证实了为什么美国一直指控华为有军方背景，如果采用华为的网络设备，会危害国家安全。日前，国际上各厂商联合筹备开始6G 标准讨论，以及英伟达牵头，联合软银开始进行的人工智能接入网 AI-RAN 的研发都排除了华为。美国更是不断修补法规上的漏洞，禁止出口芯片到中国。这都使中国不可能在6G 技术研发上取得进展，甚至在 5G 技术上也变得很孤立，不能进行不同网络之间的适配性的测试，陷入一种盲人摸象的境地。俄乌战场上战争概念的日新月异，乌克兰无人舰、无人机的精彩表现，都让中国日益焦虑。中国一向奉行的外交政策是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，但是共同的价值观让西方国家空前团结，也坚定了西方国家的脱钩去风险的安全战略。礼物不用说，来感谢大哥。